在游戏的前10个小时左右，也就是1周末的流程中，我们对很多人物有了大体的了解，但是在故事层面上依然有很多疑问。多惠婆婆为何把裤衩一样的东西戴在脑袋上？这个缠满绷带又有点性感的怪物是谁？为何一提到神明，千之石就像魔怔了似的？难道神明真的存在吗？在1周目的结尾，我们获得了一把钥匙，回到最开始选择选项的那个地方，点第2个选项。这一刻，游戏的2周目开始了。一些记忆中的片段在脑海中闪过，本应死掉的我如今却活得好好的，难道我死后就会回到这里吗？但我确实带着经历过死亡的某种经验站在这里，继续往前走，果然又是那个小超市。我刚开始玩到这儿的时候，我的想法是，我要是男主我就赖在这儿不走，有吃有喝有住，你哪怕把我打死了，我就原地复活，继续吃你超市的东西，吃完我还不给钱。但是男主并没有这么做哈，想到修水物资匮乏，男主买了非常多的东西。男主有点犹豫，是原路返回，还是说不去修水解开谜团，会永远陷入在轮回之中？屏幕上出现了3个选项，首先尝试一下这个原路返回，压制住心中的不对劲儿，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，然后就死了，这也太快了。尝试绕过藤梁，拧下钥匙，打上左转向灯，右转。哎，你怎么打左转向灯往右转呢？骑了一会儿，然后又死了。他还甚至不愿意给你编一个理由，哎，就告诉你死了，所以只能走正规路线进入藤梁。骑了一会儿，终于快到了。屏幕上又出现了2个选项，一个是进村，另一个不知道是啥，而且无法解锁。选择进村这个选项。结果被一个驻警叫住了。小房突然想起来，如果搁村里必须待在一个屋子里，现在去估计还得搁厕所待一宿，而且从民勇进村可能会遭受大部分居民的白眼，被打上没有正经住处的万人的标签。环视了一圈派出所的场景，墙上贴的是通缉令，连环杀人犯潜伏在这一带的可能性很高，太可怕了。这时驻警回来了。你来这干嘛？选择坚称自己迷路了这个选项，反正也没啥好隐瞒的，乱编瞎话估计只会被怀疑。驻警用充满压迫感的低沉嗓音询问，你不要这样深情的凝望着我，我又不会爱上你。有没有可能驻警已经爱上你了？能不能借宿一宿？车里已经没油了，电驴的机油分你点。好家伙，电驴烧机油是吧？最后他还送了我一路，又目送我骑远，然后就触发了坏结局。接着获得了一把钥匙05，选择坚称自己追着恋人一路到此这个选项。其实我听说心仪的姑娘来到这一带，所以我才追她过来的。埃多，故事要从当时疫情我阳了之后说起。我编了一段气势磅礴的爱情故事。一开始驻警大叔还没啥兴趣，当我说到自己初次被邀请去女孩子家里的时候，他的眼神已经彻底变成一个青春少年了。他叫秦泽千之石。又被赶出来了，难道小千已经臭名昭著到这种地步了吗？看这个架势，想从上藤梁用正当手段进入修水恐怕够呛。又触发了坏结局，然后获得一把钥匙06。这时第3个选项解锁了，暴怒。ここは日本だ。つべこべ言わずに止めさせろ。そんな自然な感じで休みずに入らせろ。不牛逼了。然后获得了钥匙07，集齐了3把钥匙后，第2个选项解锁了，喝掉从便利店买来的酒，直接进去会被驻警抓并赶我走。连续4杯酒下肚，喝醉了吧小兄弟？我操，好重的酒气，你哪来的？我操，驻警怎么也说我操呀？跟我来一趟派出所，得就速则样，要是心智健全的话一定会被赶走。计划成功了，在这里过了一夜。驻警大叔还是很善良的，然后小房就给善良的大叔洗了把头。没钱没亲人，还被房东赶出来了。东京真是地狱啊！然后又想起了那个阴森的小曲儿，这是7点的报时，这时人们一个接一个走出家门，发生什么事了？驻警说这里的人3餐都在食堂吃饭，日口家的人掌握了全村人的胃。这时派出所的门被人推开，我家怎么了？没啥，日口先生。这名儿怎么感觉这么色情呢？江之就是日口家的媳妇儿，伴随丈夫去世，她也被送去了修水。也就是说，眼前这个人可能是太长的亲戚。驻警给他介绍了一下我，吃了很多苦，打算寻死跑到这附近来了。日口觉得小房长得很帅，有点像草剃精，要请小房来自家餐厅吃饭。职责所在，我想深入了解一下藤良村发生的事。食堂非常拥挤，日口一边吃饭一边和自己聊天，我也配合他的发言节奏，然后用骗驻警的那一套发言又骗了日口一遍。吃完饭回到派出
派出所，日口说想把小房送到藤良村，正好有人也要去那里，你可以和他们同行。小房表示了同意，那手续之类的呢？转入转出以后再弄吧，我在东京有熟人，到时候再说。这个人不简单哈，建议严查。ちなみに読んだことない？你看过保生 Q 子的文章吗？我和马公九子再次初次见面。熊大依然在挂机，可能刚吃完午饭，正在想晚上吃啥。面包车开动，在田野间的小路上缓慢前进，在道路的两侧见到巨岩，很有象征性，就像鸟居一样。我记得藤良好像有山岳信仰。新奈明神，深奈明神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埃多，我从日口先生那里知道的。马公从字面意思分析了一波，深对应猴子，巴拉巴拉。小芳疑惑，你不是美食记者吗？马公说，我以前是写怪物的，后来没流量了，转行美食区了。漫长森林小路的尽头，露出树木中断的地方，我再一次遇到了小花，不想错过藏于岩阴中的她，于是死死盯着，与她目光相合，雪白的长发描绘出轨迹，看向擦肩而过的汽车。然后摔倒了，后脑勺磕石头上了，疼得蹲在地上动不了。小房说停下车，疼在地上打滚的他，记忆中的神秘气质全都没了。你是谁？恰好路过的人。然后他居然脸红了，尽管有些犹豫，我还是伸手轻轻触碰他的脑袋，观察受伤部位。这个诡计多端的小房哈，你搁这儿瞎摸啥呢？感觉不舒服吗？不是，头发被别人碰到有一种酥酥的感觉，也不是那种不舒服，就是那种很爽，你知道吧？我和马公女士陪着小花到她住的地方去。差点忘了小花的腿部挂件小咩，这是能理过来给小花看病。告别了能理后，回到广场，我们来到食堂，香知已经提前在这等着了。承蒙日口先生抬爱，介绍我来此地工作，还请多多关照。鸡鸡改啊！依次这哥们儿又来了，小嘴依然跟抹了蜜似的。老太婆别顾这种货色，店里会被他搞得一团糟的。傻逼黄毛，你是不是来诈骗的？就你是意思是吧？来过来，我们打个赌。我从背包里取出一把刀，これで僕の小指を切り落としてごらん。你用这个把我的小拇指切掉，你不是牛逼吗？既然你一个劲儿的喊我孬种，那你先展示一下你自己的胆量。你要是能砍这一刀，就是你赢了；我没跑，就是我赢了。要是你切下来我的手指头，我也没跑，我们就是好朋友，怎么样？依次明显怂了，脸色铁青。なんちゃって。小房这时说，和你开玩笑呢，这么疼的事我才不干呢。但是能和你很快熟悉起来就好了，多多关照。你这是给我台阶下吗？这个依次这么看还挺聪明，还能看出是给台阶下。看到小千的时候，我差点叫出他的名字。はじめまして。从他眼里忽地落下一滴眼泪，接着他的双颊泪如雨下，找香知借了个手帕擦眼泪。他的困惑似乎只是对自己失控的生理现象不知所措。你就是新搬来秀水住的那个小哥吧？是的，我长得有这么可怕吗？没有，你长得很俊俏。我叫千之石，是学生。说完对我低头行礼，果然不认识我。之后我们聊聊交谈几句。现在最要紧的是给自己寻找住处。我去敲了小花的门，请问你有什么事？我要搬来这里住，但是还没有决定住哪个房子。小花这时给我讲了当地的风俗，起屋前要洗干净身体，关门早早睡觉。正好我这里有一间屋子，小花让小咩自己去玩，给我拿了房间的钥匙。剩下几个没见到的人，能见到的我都见了一遍。我决定擅自去散散步，想着能不能给那2个记者也争取个住处。按下能理家的门铃，很有礼貌的问好后，然后聊到村里起雾这个事。能理脸色变了，谁告诉你这些迷信的事？是小花告诉的。那没事了，你可见过离此处不远的塌方现场？那是我家承包的工程，因为浓雾死了人，那间板房还能用吗？我想让2个记者睡在那里，总比睡在车上强。稍作思索后，能理去拿钥匙了，来到板房里看看能不能住人。地面全是灰，但是打扫完再铺点什么也不是不能住人。水龙头没有水，但是放个桶晚上擦擦身子应该没啥问题了。接着屏幕上出现2个选项，第一个不知道是啥，第2个选项是回食堂。点第2个选项，老爷子怎么也把这玩意儿给戴脑袋上了？难道和都会婆婆那个是情侣限定吗？她还是老样子，十分硬派，她的胸膛壮实，多么结实的身板。我是小心脏砰砰跳的青春少女吗？这小房不会要攻略这老爷子吧？どこに行ってらしたの？小伙子去哪玩了？来店里打工不干活出去玩是吧？能理说2位先生在车里过夜不好，借了我一把板房的钥匙。傻帽能理竟然会做这种事，这就是能理平时的外号吗？现在有了钥匙，起码能让一个人睡在屋子里了。我想暗示一下多惠婆婆，她似乎也听懂了。一直保持沉默的熊大走到多惠的面前，如果你有条件尚可的房间，可以借给马公住一晚吗？她毕竟是个没出阁的姑娘，作为同行人，我尽可能不想让她勉强自己。说完她鞠了一躬。没出阁这个词多少还是说进多惠婆婆心里，尽管熊大巨大的身躯有一定的威慑作用，但是这样一个人用合理的理由彬彬有礼的请求才是成功的原因。
马工说对不住熊大，委托您的都是这种活。熊大说没关系，我买了保险，而且要说安全，这里可比战区好多了。没想到熊大还当过战地记者，看来是个狠人。但是小 Q 呀，小 Q 就是马工的笔名，你毕竟是女孩子，不是说好不提这个吗？我们的工作跟性别有啥关系？很遗憾的是，在危险地区确实是女性受伤的风险比较高。两个人不是男女关系，而是情感良好的同事。马工女士是一腔热血的新闻工作者，熊大是担心她又不时给予帮助的前辈。好意外啊，马工小姐这么漂亮，我还觉得你肯定吃香呢。你夸我，我也不会给你好处的。哪的话，我要不是这么落魄，肯定毫不犹豫来追你了。这小房，我操，怎么脸皮这么厚呢？马工听了很开心。小房，你多大了？24岁，我今年都奔32了，这个不太行。奔32不结婚不稀奇吧？这个确实。这桶是干什么的？可以用来擦身体，好像是这里的习俗，能详细说说吗？正好可以若无其事的跟他们共享情报。熊大说：“小 Q， 你住宿舍那间好的，我住这儿。”小房说：“这里有点窄，你要不要去下面住我那栋小屋？”熊大说：“没关系，我哪里都能睡。而且既然你以后住在这里，还是趁早习惯自己的房子吧。”屏幕上又出现了2个选项，一个是赞同熊大，还有一个不知道是啥。选择赞同熊大。我明白了，抱歉是我多管闲事了。熊大说：“是我应该感激你才是，你私底下为我们做了很多事吧？能力看起来不太像会顾虑这些的人，想必是你帮我们打了圆场。”玩到这儿，我感觉熊大这个人物的个人魅力一下子就上来了，又能看出能力不爱管这些事儿，是小房在偷偷帮忙。请多惠婆婆给房间住的时候，言谈举止又非常得体，可能是一个智商和情商都非常高的人。这孩子常常勉强自己，我总有考虑不周的地方，在这方面来说，你帮了大忙了。你只比我大1轮，请别表现得跟我父亲似的，显然是在开玩笑。也能看出熊大估计没少照顾小 Q。香枝姐在切菜，我在处理她安排我的工作，就是修补有破损的餐具。修补过程中发现上面有4层相识的图案。それは水場のお家の門よ。这是负责水厂的家族的家纹，也就是负责餐饮行业的日口家的。他の長者にも其他长者也有家纹吗？能理公务员有能理家的。回墨小姐胸前的挂饰就是家纹的模样。聊到自己的2个孩子，香枝希望太长能出去施展自己的本领，依次没什么出息，想留在自己的身边。ただいま。学生们放学了，香枝给他们介绍了一下小房，よろしくね。请多多关照。浓雾悄无声息的注入广场，小花说只要遵守戒律，今天谁也不会死，也就是第1天一定是平安夜。我蹑手蹑脚的下了坡，向小屋走去。眼皮里面好亮，也就是说到早上了。既然完成了宴会的准备，那应该也被邀请参加宴会了。推开门，果然是一片雾，修水村笼罩在恐怖的寂静之中。是你啊，真早。肚子看过没？使者的加护会出现在肚子上，还没的话去看。上次小尖好像也提过这个事儿，我假装不懂，回到小屋，解开衬衫，掀起 T 恤，把皮肤暴露在外。身上竟然被画了这样的东西，获得了蛇的加护，读完洗干净，抹去此文，敢有不从者死。回到广场，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我一边在雾中高声说话，一边前进。老爷子问我看过没？看了。怎样？什么怎样？你已经巡视过1圈了吗，卷岛先生？是的。死了一个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完全不明白。别叭叭，不然崩了你。我什么也不知道，而且什么也没做，那要在宴会上决定。不久，人群聚集起来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早上好，熊大先生还在睡吗？没有人回答。马公也意识到了气氛不对劲儿，老爷子说他已经死了。何を言ってるんですか？你在说什么？在师匠的带领下，我们穿过水田，到达惨案现场。被彻底破坏的人体，桥本熊大这次也没能度过最初的夜晚。怪我は私が引き取る。污秽由我来领受。说完，小花把脸贴进肉堆。这是马公挤了进去，打断了他的行为。他扑向遗体，在肉堆里翻找，这让我恍然大悟。我也来帮忙。有了，找出了被破坏的一塌糊涂的数码相机。马公取下储存卡，反手扔掉相机，拔腿就跑。太长，你知道了什么？板房里没有厕所，想上厕所就必须出门，出门就违反了闭门这条规矩，所以被降下了污秽。我和酱先生收拾了熊大的尸体之后，回到广场，大家都聚集在食堂旁边。石头上有用血描绘的记号。一共有3匹狼。そろそろ行きましょうか。该过去了吧？听到女店主不经意的招呼，人们纷纷从座位上站了起来。小千和马公也在。小千和我说他没能读取相机里的数据，也就意味着我们没能取得线索。大家围成了一圈，最后进来的多惠关上门，屋里立刻一片漆黑。啪的一声按下开关，头顶的灯亮了。终于，狼人杀要开始了。
始めましょうね。这是献给深奈大人的神酒，轮流饮下。在座的有不了解传说的人，多惠婆婆又重新讲了一遍故事。想重温是什么故事的，可以重新看一下一周目。尖牙上的黄泉金狼记号有3个，所以一共有3匹狼。太长有一个问题，狼様は必ず一晩に一人だけ。狼一晚上必定只杀1个人吗？是的，即使是黄泉金狼，也要按照深奈大人说的去做。意思说酒也喝了，死老太婆话说完了，该选1个人杀了，选谁？おい、兄ちゃん。喂，小哥，你叫房石是吧？なんでしょう。怎么了？死んでくれんか。能不能去死？第一天扛推远家是吧？对话小花，给这个小子倒一杯。小花有点犹豫，别啰嗦，倒。您是什么意思？然后一饮而尽。必须有人得去死，人选大家都得能接受，不这么办狼就赢了。但是目前谁都不可疑，所以先投石问路。而且大家都散发出可以接受我牺牲的氛围，人家村里人都沾亲带故的，你一个外来人，人家肯定选你。宽藏先生用他的领导力支配着大家。马公这时说受不了了，这不就是掠夺并杀害外来者的习俗吗？你们杀了小房，下一个是不是就杀我？所有人都不可疑，所以所有人都可疑。我操，你这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怪物就躲在这帮人里，现在摆出满不在乎的样子，意思说哪来的怪物？老头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游戏玩到这儿，我头一次对义次这哥们儿产生好感。じゃあ私が代わりにくくられる。小杰说他要替我去死，我最讨厌修水这种靠卑鄙的手段逼死新邻居了。千之杰你在说什么？你要是想随便杀人，你就杀了我吧。老爷子没有回答，表情有些微微的不快。小花说既然让客人毫无道理的死，马公顾虑不也情有可原吗？意思说你这么了不起，你去死呀。我发现义次这哥们儿是见谁喷谁呀，能力极了。胡说啥呢？小花可是回墨最后的人。闭嘴，青葫芦瓢。基于反感和憎恨来行动，场上的风向只会越来越情绪化。太常说他是猴子，猴子知道彼此的真实身份，但他故意没有直接点名，他想钓不会玩的狼人上钩，一旦有人对跳，狼就找到了。猴子相当于这个板子的半个强神了，狼如果会玩不可能对跳，因为一旦对跳了，即使全部打包出局，也必走2狼。当然这里也说了哈，这是在钓不会玩的狼。然后太常让旺仔当助手，2个人解释了猴子这张牌该怎么玩，一句话概括就是第一天跳出来一定可以排2个好人坑。现在听懂了，你要怎样小太？就连这样也没有另一个猴来出来对信息，说明另一个猴可能什么也没听懂。宽藏老爷子，你为啥不和我对信息？这老爷子连猴子出来对信息都整不明白，还搁场上带队，还盘这个胳膊跟那高配似的，你说气不气？求男主心里的阴影面积，算了别求了，全是阴影。老爷子说他也没直接点我，就不可信。我操，这血压给我整上来了，来义次快帮我喷他2句。老爷子不仅有当领导的资格，还指出了太常做事欠考虑，以此来树立自己的权威形象。小王说我能说点啥吗？领导先生，你早上和我说家户会出现在肚子上，都会说确实是这样。那马公和小咩这样的外来人可能根本不知道这件事。小花说他给小咩讲了，他看过了。 OK， 那马公看了没？马公说没看。小王说那宴会能不能暂停？不行，决定吊死人之前不能出去。那明天马公检查一下，今天一定不吊死马公。还有老爷子，如果我有家户的话可以不动手，不然您就吊死我。您早上是这么打算才问我的对吧？小哥你挺会说话，脑子转的也很快。作为人类阵营的一员，不想为生存撒谎，但是希望可以缓期1天。我会利用这1天来想怎样可以让人获胜，给大家提供有用信息。如果明天没派上用场，可以再把我吊死。这句话其实非常有意思，看似说了很多话帮好人想怎么玩巴拉巴拉，实际上精髓就在于这句话，如果明天没派上用场，可以再把我吊死。刚开始大家默认可以吊死小房的时候，我实在想不出男主口才得多好才能说服大家不吊死自己，没想到男主来了个缓兵之计，明天我再上轮次。太常说那就从剩下的11个人里面出，缓兵之计加上场上的名好人捞一手，那死棋慢慢就下活了。我只能说非常精彩，能力提议还是投票表决吧，看来这也是自古以来的办法。突然一阵响声，小千和小春动了，我不知道发生啥了。神様は小春突然高声尖笑，欢躁跑向孙女。能理说精神病患者在这里是不会痊愈的。过了一会儿，小春冷静下来，迷迷糊糊的开始对旁人的问话有反应。过了一会儿，宴会重新开始。小花问是采取不对小房马公进行投票的方针吗？欢躁说我是这么打算，其他人我不管。啊了2声，不知道他听没听明白，但最后手指还是指向了我。卷岛投给小花，可以问一下理由吗？没有理由。家人问谁懂啊？瞎投男真无语。都会投给了义次。死老太婆，你凭啥投我？你动不动就喷人，我看见污秽就是你招来的。石匠投给小棉，这时候跑到这儿，底细也不清楚，感觉很奇怪。下一个是香枝，他们太常打算投谁？太常投给能理，虽然谁都不可疑，那既然长者家族知道些什么，你就值得怀疑。同理小花也是如此，但人家小花3年前就来了。
来了，而你是刚来的，所以我不得不怀疑你。相知听太长的也投给了能理，到能理了，投给这个新面孔小房。虽然没有十足的自信，但是他几乎没有解释为啥想要存活。前面很多人已经认可了明天再让小房上轮次，所以小房大概率出不了局。而且狼一般跟好人冲票，能理这一票大概率算是无意义票，所以从票型看来，能理好人面反而很大。虽然说能理的这个理由很强大，但其实没有逻辑基点的局，无论谁打谁，其实都可以算强大。除非说能理是不太会玩的狼，是想强行把男主冲票冲出去，但是这个不确定，咱们继续往下看哈。下一个旺仔投票，旺仔投给能理，小花是女孩子，所以投给你。对于旺仔其实可以配置绑架，因为旺仔直觉特别准，如果能理是好人，旺仔就是狼，也就是说你找不对狼，那你就是狼。旺仔说接下来就是轮到看起来最像是投给能理叔叔的依次了，但是依次投给了小花。用蓝沙逻辑分析，这里依次和旺仔大概率夜里不见面，不见面的意思是依次和旺仔这两个人有可能都是好人，但是如果开狼只开一匹狼，如果旺仔是狼，依次是旺仔的狼队友，依次就会跟风旺仔去投能理。如果旺仔是好人，依次是狼，那能理和依次就大概率是狼队友。能理、依次、旺仔这三个人后期我们只要能定死一个人的身份，就能确定剩下两个人的身份。到小圈投票，小圈投给依次。我们无法保证狼都是上藤良的人或者老人，也不能保证你不是，我也希望你不是，我这一票想让你清醒一点。小春投给了我，没有说理由。轮到小花了，我要投给我自己，我在此地的使命或许正是领受诸位的憎恨。如果有人迷茫于投票人选的话，请务必投给我，也不要投给这个幼小的孩子，也就是小咩。小咩你投一个人，小咩投给依次。看依次投给小花，小咩表示不能欺负姐姐，这小咩太可爱了。目前能理、依次、小花和男主各3票，小咩1票。小房问，要是最终投票彻底持平的话怎么办？如果所有人都这么想，那就谁也不吊死。马宫小姐你怎么想的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想阻止杀人。在犹豫该怎么投的时候，小花说如果拿不定主意，不要投给小咩，而是投给我。但是小房还是投给了小咩。马宫也毫不犹豫的投给了小咩。场上5个人平票，宽造说平票之后按照投给刚才一样的人就可以了吧？这样的话根据票型，能理会吃到3票上榜首，但是如果能改票的话，依然可以制造平票。宽造说有那个必要吗？当然，不然为什么平票 PK 啊？宽造发现小圈以及场上的很多人都想平票，都不想杀人，然后说你们这帮人没有为了人而投票吗？他觉得吊死人不管吊对吊错都是为好人做贡献，被吊死的人如果是好人也算英勇牺牲。原本投给能理的旺仔决定改票投给小花，现在又得是平票 PK 了，场上已经充斥着不想继续想快点解散这种氛围。第一天过去了，结果是谁也不吊死，独自待在房间角落。马宫女士憔悴的放下笔，你在整理这发生的事吗？当然，离开这儿我就去报警，得先整理好笔录。作为原灵异写手，您对这里的传说怎么看？这时我们已经沐浴在很多人的注目之下了。在很多神教的世界观中，神明死去的情况非常少见，人类杀死神的模式更少，杀狼的故事也很少见。不要说的话，它属于拥有畜牧文化的西方故事。你们管那个叫黄泉金狼对吧？黄泉金大神是出自日本的神话用语，黄泉金大神是指伊邪那美，他是产下国家的神，也就是伊邪那岐的妹妹兼妻子啊。哥哥和妹妹结婚嘛，这在神话中是常有的事儿。这神玩的也太花了。总之，修水村的传说相当于东西方神话相结合了。然后点到为止，就说这么多。然后小房说想讨论一个更重要的话题，关于小咩和小花之间唱的那首歌，你是指参拜圣奈大神吗？显然那是以黄泉击毙为主题的歌曲吧。让小花帮我把歌词写下来。然后有一个问题，歌词中的河狸是什么意思？我好像没看到河狸，无论是在藤良村还是在黄昏击毙之宴上。多惠婆婆说她听过，河狸是狼神的部下，听说狩猎的时候是河狸在旁边陪着。河狸只有1只吗？我听说狼神大人有3个。是这样的，上藤良的深奈神社里供奉着3尊狼神大人的雕像，除了猴子有2只，其他的各1只。能理说想起来小花那里也有1尊类似的雕像。相知说第一次去参拜的时候看到狗一样的雕像混在里面，当时还以为是没站起来的狼神大人。袁先生去世前也这么说过，说河狸望眼欲穿的等着狼神大人回归什么的，只是猜测。我认为河狸的家伙也是
存在的，或者是说在黄泉击毙之眼中也可能有对应和离的角色。どういうこと？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可能会出现身为人却站在狼一边的人。好家伙，狼混是吧？逝世的老人也提到了和离这一点，是不是因为他经历了黄泉击毙之焰才知道的？能理说太扯了，试想说应该是你想多了。狼和和离这一块的运作原理依然充满谜团，现在想也没啥用。我应该做什么事？屏幕上出现了2个选项，一个是就这样打发时间，第2个选项不知道是啥，而且无法选择。选第1个选项，我们就这样度过黄昏时光，吃完饭大家一个接一个起身离开，你来了可帮了大忙。这种时候一个人洗东西可能会疯，要是我被狼神大人干掉的话，食堂就交给你了。我操，泪目。なんでババアだけ皿洗いしねえとなんねんだよ。为啥只有老太婆你要洗碗？因为你不帮忙。那给我擦碗，你真是个好孩子啊！可惜刚才全部擦完了。小房阴阳怪气呢，搁这儿，回去好好为宴会做准备，明天再来帮忙吧。それじゃあ僕もこれで。小房也告辞了。我离开食堂还没几步，他从雾中追了上来。狼のやつをぶっ殺しに行こうぜ。我们一起去宰了狼吧，猎魔人是吧？村里的人都怕得要死，不管狼是什么，一棒子打下去不就完事儿了？一周目的死因找到了，我要是拒绝，这孩子单独外出，最终自灭，这会让香枝姐精神崩溃。万一再来一波乌头盖饭，这谁受得了？那么应该怎么糊弄过去？君だけで行くといい。你一个人去就可以了。果然你就是个窝囊废，说我窝囊废也可以，这样就不会有人阻碍我的事了，这样我就可以对香枝姐出手了。她那么年轻就生小孩了，而且还很年轻，反正我早该死了，不如死之前好好爽一把。你妈就交给我吧，せいぜい可愛がって。我会好好疼爱她的。这哥们儿当场气炸了，连喷带打，亏着务农，想打但是很难打到。依次你不要太自以为是，你做错了就会死，你死了谁去保护香枝姐？又不一定会死，没准能打赢呢。小平民单杀大铁狼，僕がもうやったから。因为我已经试过了，你要是死了，我就立刻对你妈出手。说完，赶在回不去之前走向小屋。屏幕上出现了3个人，今晚验谁？当时第一次玩到这儿的时候，我选的是能力，因为根据我之前的狼杀逻辑，验了能力就大概率知道旺仔和义次是不是狼，一下子可以排3个坑。我把他的名字写在纸上，藏在枕头底下睡去。みんな生きとったね。没想到的是，大家都活下来了。私は蛇のカゴ車だった。好家伙，开幕雷击，马公跳蛇了！真的吗？你昨天看身上的印记了吗？是啊，所以我才认认真真的用蛇的家伙查了一个人的身份。山脇妙さんは狼よ。都会是狼。おやつは狼よ。沃尼玛，老奶奶人都傻了。这老奶奶讲了半天的故事，结果自己接了个查查。都会说你才是狼，马公说你是狼，太常说还有人站出来说自己是蛇的吗？这时屏幕上出现了2个选项，一个是对跳蛇，一个是不跳。当然我肯定毫不犹豫的选第1个选项。僕が蛇です。我才是蛇，我昨天验了能力，他是人。大家的反应有点微妙，有人相信我，有人怀疑我。記者と兄ちゃんとタエバを順番にくくる。把记者小哥和多惠婆依次吊死。用狼杀逻辑玩的话，实在分不清，可以先安排吊死多惠。多惠如果是神，一定跳了，所以多惠一定明级明以下。除了多惠影响不大，而且最主要的是乌鸦第2天还可以出来正视角。然后宽造说，如果用表象判断就会被干掉。这老爷子在场上做出的判断和补充的理由可以说是驴唇不对马嘴，但他相当于权威，掌握非常大的话语权，水平不行还搁这带队，这就有点高血压了。小房对话宽造，你要吊死可疑的人，而不是吊死全部自称家伙的人，对吧？不然的话以后没人敢自报家门了。大家都很可疑，正因为如此，暂时还不需要吊死我们3个可疑分子。这里的发言其实并不好，大家都很可疑跟暂时不需要吊死我们3个可疑分子是没啥逻辑关系的。而且大家都很可疑，你们仨不更可疑吗？但是太长补充了正确的发言逻辑，应该让房石和马公多使用几次加护。所以到底要怎么办啊？投给老太婆就行了。太常说索性也不投给老太婆，明天开始2个蛇继续报验人。太常解释了一下为啥这么操作，小房和马公自己选人查验，这样的话应该会出现结果矛盾的情况，到时候再重新判断。都会因为接了查杀，是人还是狼都会投给马公，这样就会束缚住他的行为，没办法实施故意投给人类阵营后浑水摸鱼之类的行为了。都会婆的行动已经得到了约束，没必要现在就吊死他。够了，开始投票。票を取らないことを希望するやつは有希望不开始投票的人吗？他自己说完自顾自的举起手，小千儿犹豫一阵，终究没有举起手。在内心的焦灼中，投票开始了。
王老头嘿嘿了几声，投票给我。宽造投给女记者。游戏作者还是很善良的，老爷子这一票要是点在男主身上，玩到这的人估计能气得睡不着觉。都会投给马工，自己接查杀肯定投给自己发杀的人。师匠投给小咩，师匠这哥们儿怎么感觉跟小咩杠上了，把把投小咩。小华说你要投小咩，你就投我吧，虽然你很可疑，但是包庇别人只会让你更可疑。但是师匠并没有改票，香知投给了小花。只要一有人对小花有敌意，能理必出来替小花说话。忤逆长者，你们只会自取灭亡。小花说没关系，能理你要投谁？小房可疑，不能放着不管，但是也需要一些线索参考，所以我还是投给小千。为啥投我？你压根没表明立场，一面说不应该出行，一面又不与世共同行动。是啊，我犹豫不决的时候，你们已经能理所当然的决定杀人了。我讨厌你们，我讨厌你们整个村子。太长投给小花，因为他昨天表现夸张，要求大家投自己，基本上是模仿千之姐。我觉得他是未经思考做出的草率决策。旺仔说叔叔该你上场了，投票给能理，意思说我不是学旺仔，但我要投给能理家的傻帽，这地方已经不需要长者了。小佳说你投我，我就投你，也投给了能理。小春也投给能理，能理纯自己作死，他老是什么长者挂嘴边，说话难听又整得自己跟高人一等似的。你作为我验出来的金水，我都觉得你活该出局。小花投给自己，说不觉得能理大人就该去死。小咩投给了明好人宽造，假如说宽造不是狼，然后就改投了狼老头。目前能理4票，小花3票。野里清之介3人。小房投给了能理，好家伙，自己投自己金水，这要是打网杀，估计屎都被打出来。我并不认为你是狼，但是我不能失去李花子小姐。そうか。有点泪目的是，能理平淡的说可以接受。马公投给小花，理由是他太可疑了。縄持ってこい。拿绳子来。无论走得多慢，终究还是会抵达。能理大人，抱歉，我实在无能为力。李花子小姐，没关系的。能理瞥了我一眼，既然话说出来了，那李花子小姐就由你来守护。泪目了呀，这哥们是真喜欢小花。最后能理要求小花推自己，也算夙愿得偿。能理的身体跌向浓雾弥漫的悬崖之下，因绞索赋予他的致命冲击，停在了半空。一同停止的还有不堪入耳的惨叫声。咩子是蜘蛛，并且由小花在背地里操控。如果这个推测正确的话，小花应该保护我的。直到天亮前，我都一直在想这件事。就连迷糊间，我写下了自己都不记得是谁的名字，放下枕头时，也一直在想。然后我失去了意识。要瞄眼提示吗？老大，你可能是遵守了狼人杀的游戏理论，所以才会出现在这儿的。马公已经穿你的衣服，所以你觉得应该自报家门，道理没错。然而，如果这是狼人杀，为了我方阵营的胜利，确实可以自我牺牲。但是防神阳明一死就会回溯，那就无法前进了。你只顾自己保命，也无可厚非。用狼人杀思维玩这个游戏，当然一定得跳，不只是第一天尽量投入去那个悍跳狼，还有一个点，如果不跳的话，万一你再被砍在夜里，那狼就是单边域，好人直接就输了。至于说男主死了就会死亡回溯这个点，我跳之前我怎么知道蜘蛛能不能连对我好几天平安夜？这个游戏里的蜘蛛不能自首，但是可以一直无限守一个人。这跟用不用狼人杀理论没关系，跟作者的剧本有关系。你在选择之前，你不可能知道对跳与否，哪个学员会活下来，只不过你用了狼人杀理论，但是被剧本安排砍死在夜里而已。所以我们就选择不跳。我心中并不觉得这个选择是合理，但我还是沉默了。第四对话多会，你是狼吗？老奶奶人都杀了，怒喷一次，你就是个小八杆，年轻人都是黄泉人，但是接了单边域的查杀，你再怎么起情绪也没人救你。宽造对话小花，开始计票吧。太长说等一下，昨天小房说要给大家提供信息来着。首先我遗憾的是，手头暂时没信息能证明自己清白。僕には特別な力はありません。我身上不具备特殊能力，我能提供战略，既不投多会，也不投马公。假如多会是狼，也不是狼队阵营的高配带刀的狼。另一方面，我只是假设马公不是蛇，狼为了主动幸存下去，就只有谎称自己有蛇的加护。太长说你说的对，狼总有一天被揪出来，等接了查杀再说自己好人不会有效果，所以狼会在最合适的时机主动宣布自己加护，只要抢先暴露之后再有人暴露，反倒会显得后来者看上去说谎。就算马公你是假扮蛇，其实你是狼，你已经被狼队抛弃了。师匠说我相信婆婆，就算她是狼她也绝不杀人，你可真是个乖孩子。老爷子说都吊死，都会婆做准备吧，我认识你60年了，你是这屋最喜欢修水的人，这一次你能为了修水做努力吗？あんたと匠が骨拾ってくれるんね。你和师匠会为我收尸吗？泪目了呀，我操！然后开始记今天的票数，从狼老头开始投票，这次没有投我，而是投给了多惠婆婆。宽造投给了马公，多惠也一样，师匠也投给了马公，香知投给了师匠。为啥呀，香知姐？我必须怀疑自己最不想怀疑的人，这是给师匠递话呢，你赶紧跟我表白。师匠说你只是想让我清醒一下吗？
香枝姐一整个无语住了。到能里投票，我们不应该轻视自称蛇的人，所以投给世将。太长投给能里，理由和昨天的一样。旺仔又投了能里，虽然觉得马公姐姐是狼，但是太长说再观察一下，觉得这样也行。依次投给多惠，你这个小八嘎哟。小千投给了马公，为什么？我可是蛇，你也有可能是河狸。小千的发言引起了些许议论，不过大多数人们没啥概念。马公说我不是河狸，我是蛇。然后小千说，毕竟刚才犹豫了一下，要不还是投给多惠婆婆吧。酱哥，你心里其实也明白，你是喜欢多惠才投给马公的。小春也投给能里，小花投给多惠，小绵也投给多惠。目前马公和多惠各吃了4票。屏幕上出现了2个选项，马公和世将投谁？奔着出狼就投马公，奔着藏蛇的身份就投世将。当时我选的是马公，因为马公一定投票给多惠，马公和多惠重新凭票 PK。投给马公女士的有宽燥、世将、香枝、太长、依次、小春6张票。投给多惠婆婆的有狼老头、能里、旺仔、小千、小花、小咩，也是6张票。此时场上的决定权在我手上。間宮さんに投票します。就在我脱口的一瞬间，他仿佛弹簧般一跃而起，冲出会场的出口，直到最后都在挣扎反抗的他，最终也没有被解开束缚。今天我自己舍弃了自爆是蛇的机会，所以选择继续隐瞒下去。其实男主今天这发言在狼人视角里几乎和跳蛇没啥区别，因为他是第一个起身牌，马公有可能不是蛇，迷迷糊糊的写下了不知是谁的名字。就这样再也没有醒来，又被砍死在夜里了。放在狼人杀理论，你没有做错，并不是狼人杀的皇权击毙之眼中，努力引起不注意，偷偷活到最后才是正道。那选择投给世将。匠さんに投票します。方石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和香枝和小千他俩是一个意思吗？没什么好说的，因为我真正的目的是想让他觉得我言行很不对劲儿，所以我故意选择了让他耿耿于怀的回答。最后轮到马公，投给多惠，多惠出局。你小时候就不听话，捣蛋的很，我一直把你当亲奶奶看，别哭了，到申奈大人那儿以后我们还会再见的。老奶奶笑意温和，喝下酒顿了顿，草绳此时套在她的肩上。宽燥先生接过绳圈，扯松一些，套在多惠婆婆的脖子上。宽燥先生砍断了绳子。你快滚回去！你要帮忙很感谢，不过这也算是我的工作。虽然我对儿子都上高中的寡妇确实没什么下手的想法，但是依次的表情已经彻底变成了守护公主的骑士。香枝说：“那小房，你今天就早点休息吧。”じゃあな。不好意思，我一直在等您，我想和您道个谢。您昨天拦住了依次，我听他本人说了这件事。哈哈哈哈，何のことかな？哈哈哈哈。虽然我觉得您说的稍微有问题。何言ったのよ。你说了什么？スケベの気配がするぞ。我闻到了涩涩的味道，我一时想不出惹他发火的话，就只好用这招了。然后学生们就准备回去了，我正准备随便道个别离开，小春死死盯着我不肯离去。もうやったとは何？我已经试过了是什么意思？小春那天不会就在附近听我说话吧？そうか。落ちてきたか。怪不得你这厮现已从头来过无数次了吧？一瞬间，小春朝我露出一个恐怖的笑容，下一秒，小春又变回平常板着脸的样子。戻ります。然后他们回去了。複雑回帰で。小花突然冒出来，这可真是复杂离奇。なんでいるんですか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昨天出了那种事，我很担心您会不会闭门迟了。可是没想到小春竟然还没好。小春父母过世时曾患心病，结果有人说他被狼神大人附身了。可是狼神不是被人类和其他眷属杀害了吗？这个不是很清楚。实际上只有修水村的人们才会说狼神大人已经死了。上藤良的几家长者甚至还说修水村民是黄泉人那一方的。我陷入了片刻沉思。这一次小花并没有说话。我想去相信您是特殊的人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，但自从在夜戏之中第一次见到您起，我的脑中便全是关于您的念头了。但您什么也不用说，我也并不是会期望那种事的性子，但我还是告诉了您，这是因为我有想告知您的事。请问是什么事？逃げてください。逃走吧！我并不是从您那里得到感谢或者安慰才做这些，只是作为寝屋之婢的莫义，应当目送客者的归程。除此之外，还作为仰慕您的一名女子。这话很有那种情书的感觉。私が逃がします。我会放您走的。我操，难道他知道怎么能从这里逃出去吗？好想问他，可即便我这么想，言わないでください。请您不要说。这小房是真做作呀，哥们儿主打一个救赎是吧？就算您知道会因此丧命，也要这么做吗？你从一开始知道只要奉献自己的生命和真心，就一定能放这里的某个人，对吧？究竟是放弃回墨家的义务让某人逃走，还是一直留在修水尽心尽力？迷茫过后，最终把放走我定义为正确的行为，并且定义为你自己的愿望。但我就是很不喜欢这样。我觉得小房这一波装的非常到位，但是转念一想，他死了就能回溯，倒也能理解。我要是他，我可能比他还装。所以我想改写规则，我会为了回墨李花子，而你会为了防止阳明活下去。如果我们活下去了，あなたは不妻子春
春秋に、僕は植松里香子に何でも好きなことを望んでよい。你可以要求房池阳明，我可以要求回墨梨花子做任何一件事，怎么样？要跟我赌一场吗？小花在颤抖，满脸通红，眼睛满含泪水。我不会丢下你逃走的，我怎么会放跑你这样秀色可餐的女性呢？小花紧贴着我的侧脸，传来急促而滚烫的吐息，某种液体。哎，小房你怎么？哦，小花的眼泪浸透了上衣啊！如果赢了赌局，还是让李花子小姐提愿望好了。我又抱得紧了些。最终，她轻轻点头，表明自己愿意接受我的赌局。今晚要验谁？屏幕上出现了5个选项，当时我选的是旺仔。一屁股摔在地上的我抬起头看着他，您有什么事？今朝は2人死んだ。今早死了2个，虽然他回答的牛头不对马嘴，但无疑这是个重要信息。昨天你不是说为了保护我，所以投给我吗？现在能不能解释一下？说着，他把右手搭在锄头上。隐忍，我不相信士将。行了，那你去死吧。那咱们选择相信士将，公开身份。我是蛇的加护者，那你为什么当时不说？多惠已经死了。因为我发现狼不惜牺牲同伴，也想找出蛇的身份。但是就算这样，我也觉得自己有必要活下去，让狼得到应有的惩罚。不给多惠和马公投票，是为了给你传递信息，而你确实来和我接触了。我已经通过蛇的能力知道了你是人。小房并没有验士将，现在相当于好人给好人洗头。你说的死了2个人是谁？小春和马公死了。全身上下所有的部分都被四面八方撕裂，人体几乎覆盖了整座楼梯，但是还能从上有一些皮肉的脸可以看出，那是马公的尸骨，死在了屋外。要是小春在这里，8成当场晕倒了。又突然想起来他已经不在了，心情更加阴郁了。第一次见到旺仔悲伤的样子。小春死了，被子铺得工工整整，穿着睡衣，几乎没看到什么血迹，除了头部以外，整个身体都被用钝器捶打了一遍，特意毫发无损地留下头部。现场有大量湿漉漉的血脚印，应该是狼干的，但是宽皂先生不见了。我们在修水转了好几圈都没找到他，他已经在集会堂等着了，身旁全是喝光的酒瓶。昨晚小春被狼干掉了，而且还没有收拾，他还在房间里。我不会让他白白牺牲了。我们今天要找出可恶的狼。顺便问一下老爷子，你今天打算怎么推进？按顺序把投票给多惠的依次吊死。这老爷子是真的啥也不盘呀，整天就知道什么依次吊死。依次问为啥要这样？那个女记者是狼，因为她的尸体倒在外面。小春死在房间里，因为狼去找她了。马公死在外面，应该是污秽导致的。女的作为一个人，没有理由冒险出门，只可能是狼半夜外出，然后犯了错才遭到惩罚。相知这时候说，昨天被处刑的多惠是人。其实我是乌鸦，我家笨儿子的粗鄙之语以及上的匪票都由我来负责。如果依次是狼，你会包庇他吗？灵魂提问了，属于是。太阳说依次要是狼，会第一天报上身份，直接砍死所有的人。假如为了证明相知的清白，需要他去死，依次也一定照办。太长只能用自己对依次的数据库来捞一手。士将出来表态说，相信他们母子3个人。如果目前还存活的蛇有合适的线索，也许我们已经赢了。屏幕上出现了3个选项，先尝试一下第一个选项，看来蛇还没有掌握决定性的证据。开始投票了，小房和狼老头各吃了5票，重新凭票 PK， 再次投票，4对6，最终被选中的是我。在看我自己直播录像的时候，我发现我当时玩到这儿时的反应竟然是快亲他一口，亲他一口吊死还能回数。小千，我操，那也亲一口小千吧，男的也跑不了，男的也都亲一口。第2次选择，我选的第3个选项。我查验的士将和能力是好人，大家的反应惊人的冷静。能力问小房，你之前怎么不跳呀？小房说，马公悍跳明显就是为了钓鱼，我不能表明身份。宽皂说，你昨天说过你没有任何特殊能力吧？我看你根本没打算去死吧。我现在还不能死，我作为蛇还有应该做的事。宴会的铁则是要吊死撒谎的。这老爷子怎么这么多事儿呀？狼是谁还没整明白，先跟预言家杠一杠。能力说，确实揭露了某种谎言，就等于发现了一头狼，而说谎的人会拖后腿，对宴会有害。一个外来人底细都不清楚还撒谎，他竟然在怀疑小房是不是真的蛇，所以我才说自己不是加护者，而是我没有特殊能力。我真的没有超能力啊，我既不会喷火又不会起飞，没有超能力有问题吗？是这样说，相信小房是真的蛇，因为我相信这家伙怕死。老爷子，你害怕把可疑的家伙吊死了没结束是吧？这样一来游戏不结束，剩下的人会吊死房石的。是这样，这逻辑可以呀，你自己的逻辑，你说我怕死，那我就是怕死，但我要是狼跳出来
最终游戏不结束，是不是一定得死？但我敢跳，我就一定不是狼。私は雲の加護を受けました。这时小花说：“我是蜘蛛，我第一天守的是宽皂，第二天守的是太长。” I know。老头突然吱声了：“俺也是蜘蛛，嘿嘿嘿，失礼了，老人家。我一直以为你得了痴呆，但是你不傻是吧？”老头以前在宴会上也是这样吗？宽皂说：“是的。”这老头纯划水。老头，你守的谁？手指指向太长，2天都是吗？狼老头笑着点头肯定。实际上，我认为2个人都在说谎。小花通过给真正的蜘蛛咩子下令晚上守谁，平民和守卫滴滴带跳，这2个人已经通身份。当然，通身份在这里并不是贬义词哈。如果小花死了，我不觉得小咩会玩能守众人，他肯定没想到有人出来假冒。狼对跳蛇、对跳乌鸦的收益都很大，但自称蜘蛛并宣布晚上要守谁，就算真的没死人，大家也会怀疑你是狼。但是如果合理想让狼知道自己存在，这样就很有用。我只不过从小花的那句请投给我听出他的意图罢了，而以上猜想都建立在对方都深思熟虑的前提下，这样预设真的妥当吗？这老头真的会想这么多吗？狼人杀经典难题，他到底是狼还是不会玩的好人？回墨家的，你骗人了啊！你为啥之前有一次被投了好几票的时候说吊死自己，现在死到临头却说自己有家户？他一言不发，保持沉默。なんかどっちも嘘くさいな。我觉得2个人都像在撒谎。我操，这旺仔小狼人抿出了小花平民滴滴带跳了吗？意思说旺仔你不懂别叭叭了，这不青铜嘲笑王者吗？王石你怎么看？其实现在吊死谁都行，晚上2个人都守我，如果我死了，就说明被吊死的那个人是真的。通过我倒不倒牌来正视角，一个无法判断是否清醒，还是老年痴呆，还是恶意捣乱的老人，就算是人也不该留下。其实小房抿出来小花和咩子滴滴带跳，狼老头可能是合离的那一刻开始，小房已经对他们是降维打击了。很多情况下，狼人杀这游戏本来就是先有结论再补充逻辑的游戏，扛推狼老头这个理由只不过在已经得出正确结论的前提下，补充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理由。能听明白吗？听不明白就吊死我和小花行不行？我认为小花是真的蜘蛛，虽然只是很小的细节，由于没有说服力，我不会告诉大家的。单边欲带队，最终狼老头大票型出局。给点时间。宽皂先生突然把狼老头打倒，这家伙由我吊死，你们都给我出去！手法之粗暴，表露出他压抑在心底的狂风暴雨。能理先生，您重视回墨李花子小姐的理由已经超出长者间共鸣的范畴了吗？没错，虽然我很想这么说，但如今这个时代更注重当事人自己的想法，至少在这个村子之外，到处都是这样的。我也明白，将他捧得高高在上的那些毁誉褒贬，不过是落后于时代的糟粕罢了。我觉得能理说这句话魅力值一下子就上来了。找狼不行，这种事还是挺拎得清的。我对此难以置评，毕竟到最后要选择什么，终究是由他自己决定，这是你和他之间的事。我若是插嘴，便是鄙夷之举。你想必会觉得他作为寝屋之婢一路背负至此的那些东西极端奇异，他们也会化作磐石般的重量压在你身上。倘若你遇到困难，还是可以找我商谈的。说完，他竟然给了我名片，大学毕业医学博士。医学博士说出这句话就不奇怪了，医学博士不可能这点眼界都没有。小房啊，今天挺累的吧？多吃点。是哟，还是熟悉的味道，虽然十分朴素，但是挺好吃。但嘴里的一切感觉突然消失，被下毒了，无法呼吸，也发不出声音。啥情况啊？能理？一吃马上起反应了，这是吃了乌头了。有人在为我紧急处理，但我知道已无力回天了，静静等死就完事儿了，心脏不跳了。他的毒由我来领受。他的表情模糊不清，只有鼻息音听得格外清楚。轻轻擦拭嘴角之后，他的身体朝着倒地的我贴了上来。我操！他跨坐在我的身体之上，他渐渐再也克制不住慌乱的吐息，从他口中吐出被唾液浸润的小巧香舌。原本优雅传统的他，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幼许多的他，上述一切都不复存在了。好家伙，这反差！扭动着肢体，手指摸索到衬衫下摆，轻轻掀起衣服，感受着冰凉手指划过肌肤，划过肚脐，我不由得叫出声：这小房你叫啥呀？是不是没控制住？手掌继续抚摸，我伸出右手想把他推开。是吗？极其简短的一句嘀咕，表达了他已经了解了我拒绝的意图。突然醒了，我于是起身，小千在旁边脸都哭肿了。你已经睡了5个小时，现在都晚上了。原来祈祷真的有用。我只是尽到了回墨家的职责。这么说来，他的黑僧衣去哪了？反正今天已经不能再吊人了，明天的事再考虑。留下了母子3人，众人走出食堂，直到最后，小花连目光都没有转向我。我盘腿坐在早晨摊开的被子上，有人敲门，小千来了。我可以稍微打扰你一下吗？我很差劲儿的，总是拖后腿，一个劲儿的给这的人添麻烦。大家各有各的优点，你也在认真为大家着想，你为啥不说我？不然的话，我怎么讨厌你？
木さん。然后边流泪边表白说喜欢你。我有点带入男主了，这感觉很爽，这就是玩恋爱游戏的感觉嘛。我已经回应过另一个人了，我知道的，小花小姐很可爱，没想到她还有超能力，还帮你领受了毒，所以你才得救，好厉害，根本比不过。ちえみちゃんは十分魅力的だよ。小千儿，你也很有魅力的。小房，你这样说我，小花不会生气吧？那你倒是跟我交往啊，跟我一起玩，带我骑摩托去很远的地方，一整天缩在被窝里抱在一起。你在干什么，秦泽大人？你不也在外面走动吗？我作为回墨家的人，在进行守夜。你又是回墨家的家主，又是美女，人格还高尚，大家还都觉得你是好人。你现在还要和我抢小房，你太过分了。我们并无男女之实，今后也不会有。待浓雾散去，山野心情，我便打算收拾起剩余的字据指纹，把咩子交给外面的警察，四处流浪漂泊，寻找一个容身之处。小千儿是输的彻彻底底呀，这小花文笔还比你好这么多，你说气不气？植松家のご当主に対して。关于黄泉击毙之宴，我有个问题还想请教小花。じゃあ一緒にいる。小千儿说我要跟你待一块儿。如果你被人盘点自己过去的男性经历时，还有第三者在场的话，你会怎么想？这句话我没太看懂哈，可能是我太纯洁了。おやすみなさい。说了声晚安，小千走了，然后问小花那件事是表演吗？还是说履行职责时戴上的面具之类的？寝屋之壁，回墨是藤良村统治夜晚的家系，不单单是巡逻、通宵守灵等，夜晚进行的男女之事也包括在内。总的来说，就是为藤良村这种狭隘的社会提供性服务。伴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家业赶不上潮流，这个家族就走向了没落。听了这样的故事，你没有指责我是肮脏下贱的寝屋之壁，也没有打断我说的话。可是正是您的心善让我十分痛苦，反倒被您贬得一文不值，我更容易放弃些。屏幕上出现了2个选项，暂时先只能选放弃这个选项。谢谢你，我相信了，希望我们能够明早继续相会，各自就寝吧。打了无趣的招呼后道别，也不知道验了谁是好人，可能这时候验谁已经不重要了。血海之中，香织的尸体被连砍数刀，倒在那里。凶手既没有把它变得七零八落，也不是毫无规律的乱砍一气。仔细一看，伤口都在下次和地板接触的那一面。他的手指捏得很紧，摆出特殊的姿势。右手是小指和无名指向内紧握，左手则是除了大拇指都紧握。何か飲み込んでいるのか？他吞下了什么吗？依次抠出来某个沾满鲜血很小的东西，好像是用保鲜膜包着的。妈妈说他可能会死，所以嘱咐我到时候来扒开他的尸体，再把找到的东西交给大哥。里面包着一个纸团，其中有5个人的名字，然后是一段文字：你们兄弟一定要一起看这封信。我原本希望太长能出去施展才华，依次能留在身边，看来熬不过今晚了。你们不要误会，我爱你们2个胜过一切。除此之外，所有的事都忘了吧。你们2个要相亲相爱，快快乐乐的活下去。我靠近他的遗体，手腕的伤口朝下，右手握着大拇指、食指、中指，左手只有大拇指竖在外面。我看向伊四君取出纸条的喉部的伤口，伸出了手指，撑开，里面有一根粗管子。なるほど。原来如此。师匠站在食堂的门口，一言不发，紧紧地闭着嘴。2人が降りてきたら最後の宴を開くことを提案します。我提议等他们2个下来了，就举行最后一场议会。3言2语后，大家接受了我的提议，一起前往会堂。宴会开始，太常立刻举起了手。我要告发回墨李花子以及酿田进旺。我们的蛇命悬一线的时候救助了他，虽然能带来一定的信誉，但是有可能是拉蛇的好感来躲验。确实，我昨晚验的依次是好人。他从口袋拿出那封信，这是我妈的笔记。他列举了可疑人物，甚至如果房师是狼，其他这个选项也能涵盖。用竖起手指的方法，而狼没有注意到这个。小花说我不是狼，支部大人的手指一定出了问题。旺仔说可能是理解方式错了，其实要数折下去的手指。我和咩子不是狼，依次也是好人，剩下的狼就一定是小千和旺仔了。香织的手指是错的吧？旺仔说觉得应该认真考虑杨哥是狼的可能性。旺仔这小狼人无处遁形啊，竟然聊起已经坐实的单边蛇。太阳说别盘了，狼就是小花和旺仔。有旁证增加可信度吗？在用了乌头的时候我就怀疑你了。那之后大家也检查过剩下的碗，乌头并不是直接下在饭里的，而是使用了乌头的汁液，或者是提取了毒素。大家应该都知道怎么分辨乌头，一般都能想到榨汁比较好吧。你的反应为什么不是说不是我就不是我？你看我胳膊这么细，靠这个切尸体也太……どうして母さんが切り刻まれたって知ってるんだ？你怎么知道我妈的尸体被切过？
坏了，聊爆了。旺仔就适合拿好人牌，点狼准，拿狼这发言还得练练。小芳说太长你配置还可以，但你 carry 不了，我来 carry。先说结论，这个信息是编造的。小芳问能理，在手臂内侧有很深切口的状态下，能做到握拳吗？能理说从医学角度巴拉巴拉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切开喉咙后，最先看到的大管子是什么？是气管，也就是说那是呼吸通道，有东西堵在那里的话，很快就会窒息。而且他和小春一样大量吐血，恐怕是遇到杀害时将血和信吐了出来，被狼看见了。信是真的，事后被没有解剖学知识的狼放进去了，手上无伤是为了狼传递错误信息故意为之。好家伙，医学博士没盘出来，让小房给盘出来了。柯南来了都得叫一声杨哥。正确答案已经揭晓了。小花，你重复一下刚才的发言。我和咩子是好人，剩下的狼就是小千和旺仔。小花，你其实没有受到蜘蛛的加护吧？是的，蜘蛛是咩子。你怎么知道？你难道看他加护了标记？没有，那样会违规被降下污秽的。我提前和他说好了，蜘蛛的话就脚疼，蛇的话眼睛疼，乌鸦肚子疼，狼头疼。好家伙，你搁这卡 bug 呢？那手人怎么传递信息呢？我写下来，给他穿衣服的时候偷偷藏起来，不亲笔写也可以吗？因为不确定，所以让他学着写。这可能就是皇权击毙之焰规则的漏洞。旺仔说你这也太片面了，还没有证据证明你和小花就是真的。小仙说旺仔你别聊了，你那暴狼发言我都听不下去了。やるとしようよ。没想到他竟然带着枪，盘算着所有人为他陪葬。最初的枪声响起来，尸将挡下了射向下族的所有霰弹。尸将倒下了，他的脸上浮现出野兽般的笑容。一瞬之后，旺仔的枪也响了，参灶老爷子这张脸都被轰飞。小千把枪对准打算扑上去的义次，平时就是横了点，义次这哥们儿有事儿是真上啊。我拉起小花和小咩，揽过太长的肩膀，顾不得见证第三枪打到了什么，我们往出口狂奔。中途小花跌倒了，她闷哼一声，暴露在了枪口处的一条直线。能理毫不犹豫地把她抱起来，大步向前走去。我把咩子夹在臂弯，牵着懵了的太长也跑出去了。我们朝着能理公馆跑去。小千追上来了，小咩哭了出来，我不得不捂住她的嘴继续跑。快住手吧！可能太长想学习一下哪路妥，对小千进行嘴遁攻击。明明我一直那么喜欢。小房出来吧，出来的话我可以饶你一命，虽然是骗你的。旺仔站在能理公馆前，你要是反抗一下，我可能会比较开心。我把小咩放下，让他往下面的悬崖那里去，没关系，总有办法的。旺仔瞄准了小咩，打偏了，打小房身上了。中弹后踉跄了2步，然后跪倒在地上。約束が違うじゃん、もっち。这和我说的不一样啊，旺仔。我因为意料之外的声音抬头了，旺仔已经断气了，阳明先生已经一个人也没有了。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不战的话，没有其他路可走了。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想杀掉你。10分くれたら。你给我10分钟，我能跑掉就算我赢。要是你赢了，那我就怀着对你的爱去死。いいね。好啊。爬上坡道，朝着上藤梁的方向，翻越山崖，踏进山中。待ちきれなくて降りてきちゃった。等不及了，我直接下来了，带着狩猎的喜悦，他追了上来。狼来了，我现在浑身疼死了，你能不能快一点搞死我？而且这还是我曾经最爱的女孩。我操，是小花！发出狂怒的叫声，打算拔出他的菜刀，胸刃可能是被卡住了，不管是推还是拉都拔不出来。小花的手臂偶然碰到了小千的胸口，大概是这个时候手指挂住了，从胸口勾出来一条绳子。その汚れは私にも引き取れない。您的这种污秽，就连我也无法领受。我不知道这句话的含义，但对于狼来说似乎是致命的。千之石跑向雾中，小花倒在了地上。ごめんなさい。然后获得了一把钥匙15，找到这把钥匙能解锁的地方，就是小花讲完关于寝无之弊后选择第2个选项，开门去说服小花。小花呀，晒自己见不得人的一面就会被讨厌，然后圆满分手一样。小千这种麻烦的女孩子我都玩了不知道多少个了，要不是这种背景我都兴奋不起来呢。而且我这人看见你这种稀有属性只会更加兴奋。小笨蛋，小八嘎。小花竟然被骂爽了，之前和你的赌局还算不算数？如果你明天还活着，请给我个答复。
目前的走向与上次分毫不差。旺仔准备掏枪，やるとしようよ。上次也觉得奇怪，为啥旺仔今天换校服穿？原来是为了藏枪。所有人都被性情大变的两人吓住，只有宽造和士将出来行动，最终导致他俩牺牲。和上次一样的剧情，这次并没有发生。要问为何？因为子弹没射出来。小千被宽造揍倒，士将上来进行了一个铁山靠补刀。直接被撞飞，砸向墙壁。老爷子夺来旺仔的枪，对准旺仔，他的脸被揍肿了，一动不动，瞪着宽造。小千懵了，检查过的子弹怎么都成了空包弹？昨晚我安排小花和小千去来一场争风吃醋的骂战，在此期间，我潜入小千的房间，动了一些手脚。小芳说把其中一个吊死，另一个手脚全砍了。问小花，砍下狼的四肢会被污染吗？我没听说过。小千说：“那我现在就死，你们先吊死旺仔，这样就不会被污染了。”我不想手脚被砍掉。太常亲手把旺仔推下去，下一个轮到小千了。可是这不相当于我们间接杀死吗？不知道，这得是山奈大人决定。然后小千自杀了。我独自转身折返，一夜无眠，直到天亮。雾散了，谁也没有死。之后我每天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。终于救援来了。大丈夫でしたか皆さん。日口你怎么才来？我们也想推进救援工作，雾散了才取得成效。最后我们被车子暂时接到了上藤良村中一栋类似文化馆的建筑里，过起了难民般的生活。他们终究没放我们出去，我们每天过着隔离生活。某一天，那位驻警大叔来探望我们了。生きとったか。你还活着啊？你这摩托太占地，赶紧骑走。保养了一会儿摩托，日口过来说，修复工作即将结束，诸位可以回修水去了。你外头有家，要是不回来也没啥好奇怪的，不过只有女人等着你。突然出现的小花，原本白皙透明的皮肤，此时满脸透红，扭扭捏捏的朝我走来。你可以偶尔来这里玩，请你一定要回来。再也忍不住了。等我收拾好那边的一切，我就会回来的。花了3天处理好杂事，走进珠宝店，买下店里最漂亮的戒指。然后我遵守诺言，回到了藤良村，跟朱井大叔和日口先生打了个招呼，穿过山路，抵达修水。然后，为什么大家都死了？所有人的头都被劈成了2半。终于，我发现了幸存者，手中捂着糊满鲜血和脑浆的砍斧。接着，我把他杀了，因为在发现他的那个大堂里，他被吊在上面。游戏到这里，2周目就结束了。在下一个周目中，那个没脖子的男人桥本雄大参与进来了。他的狼人杀水平是否和某位没脖子的大神一样强？为何他使出了铁山靠？难道桥本雄大也是艾坤吗？新角色的加入能否改变结局的走向？视频制作不易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点赞支持。点赞过5万，我就继续更新后面的内容。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。